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你爱的人不爱你，而是你亲手扣动扳机，子弹穿过的却是自己最想保护的那个人的胸膛。你敢信吗？在中国军旅剧中，竟然有这样一段让人窒息到说不出话的剧情：一个男人为了追随自己心爱的女人来到部队，历经千辛万苦成为特种兵中的兵王，最后却亲手用子弹结束了自己最爱的人的生命。这不是虐，这是比虐更残忍10000倍的命运嘲弄。在画面开始之前，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一个人可以为爱情走多远？在我是特种兵里，小庄给出的答案是他可以用整个青春去跑一座城市，也可以放下北影的录取通知书去当兵，只为离小影更近一点。他是17岁就开始穿越一座城市去见小影的少年，18岁他为了那句中国陆军特种兵，为了守护那个笑容，愣头愣脑地扎进了狼牙特种大队的地狱选拔。正找你呢，怎么了？这是想你们家仓库保管员呢？主任不同意我调动。调动？你要去哪儿啊？我想去公安边防部队。你疯了！我想万一他受伤了，我还能照顾他。看原片时，我一直觉得小影真的好傻，为了离爱人近一点，她放着医疗兵不干，非往前线跑。可是这又像极了每一个为爱情奋不顾身的傻姑娘，她们的爱情简直纯得像一汪没有杂质的水。小影2次想把自己给大男孩小庄，小庄却都拒绝了，不是不爱，是因为他们心里给彼此留的那块地太圣洁了，不敢随便碰。你能想象吗？两个爱到骨子里的人，在军营里难得见一面。小影在特种兵基地给小庄过生日，小庄手捧一朵不知名的野花，那是他在野外极限考核时咬牙摘下的，比现在任何一束999朵玫瑰都要重10000倍。这就是为什么这颗子弹打出去的时候，我们的心会有被挖空的痛，因为越美好的东西，当它在你面前摔碎时，你才越承受不住。当马云飞被执行抓捕接受审讯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毒枭老狐狸为了逃脱，在审讯时故意使劲弄伤自己的胳膊，大喊要医生。虽然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个圈套，但善良单纯的小影还是尽心尽力的去为他包扎。他知道很危险，但他说我是武警卫生员，这是我的职责。下一秒，小影成了马云飞手里最致命的人质。你是小张？别过来，否则我杀了你别白费力气了，你是跑不出去的。那就拉着你陪葬，拉着小庄的女人陪葬。面对这种情况，你猜上级命令小庄怎么做？回避，因为他是情绪不稳定的家属，最不该出现在这里的正是他。但小庄觉得他行，他比所有人都行。他要亲手把女朋友从歹徒的枪口下救出来。这一枪打出去，有3个致命的细节，藏着编剧不敢明说的悲剧答案。细节一，枪口在颤抖，这是专业的王牌特战队员绝不会出现的低级失误。小庄太怕了，他怕哪怕偏差1公分打在马云飞身上，匕首就会割破小影的咽喉。那种畏首畏尾的难，成了夺命的魔鬼。细节2，突然移动的影子。根据后来的分析和故事的背景，很可能是因为小影本身就是武警，他有格斗底子。在生与死的刹那，小影想靠自己的力量去夺下匪徒的刀来救自己，让心爱的男人减轻压力。可就是这个千钧一发的博弈，由于没来得及沟通，当他做出那个挣脱的动作时，身体不自觉挡在了匪徒的头前。原本射向马云飞眉心的那颗子弹，就这样不偏不倚地击穿了自己最爱人的脑门。细节3，时间定格，房间瞬间安静了，没有歹徒的嘶吼，没有战友的呐喊，在硝烟味弥漫的画面里，只剩下一具重重倒下的人质和那个抱着尸体像受伤的野兽一样嚎哭的军人。拿住他！住手！老婆，你给我让开！别动！小庄，滚！别过来！把枪放下！卫生员，你给我让开！你冲我开枪吗？让开！别过来！让开！来！开枪啊！让开！开枪！让开！来！你给我让开！放给我！放给我！老婆，放给我！石大芬，帮我杀了他！这一枪杀死的真的只是小影一人吗？答案是否定的。当子弹穿膛而出，小庄的人生等于瞬间清空。他失去了一生挚爱，失去了他作为一个中国特种兵上战场的资格，失去了孤狼 B 组第1突击手的称号，甚至失去了继续活着的勇气。有人说，如果小庄那一枪没打错，他以后会是狼牙的兵王，但没有如果，现实是他一枪打偏，这辈子就彻底毁了。有一篇影评说的特别好，特种兵就是在培养杀人的技巧。军队的本意是和人性背道而驰的，因为战争本就是非人性的。小庄正因为怀有强烈的人性，才会在经历亲手杀爱人的绝望后彻底崩溃，脱下军装离去部队，最终消失在众人的视野里。为老兵送行，起立！我的中国狼牙，我的02油厂成为我仕途忘却的回忆。我不敢再寻家，
因为我的性格伟大。这种痛一直折磨了小庄10年，直到他后来遇见了那个长得和小影一模一样的女孩丫头。他看着她惊慌失措，看着她从误解到相爱，命运终于施舍给了小庄一次弥补的机会。当丫头的生命中再次出现毒贩马云飞，再一次面临当年小影一样的劫持绝境，小庄这次没有任何犹豫，用一颗精准的子弹击毙了马云飞。那个西伯利亚狼终于又回来了，10年前崩掉的准星今天安上了，这一次他就回来了，手没抖心没乱。那一枪补的不是匪徒的英雄，而是10年前那个抱着尸身在房间里吓得发抖、遗憾终生的少年军人。我们为什么对这个片段这么刻骨铭心？说白了，因为我们人生里也都有过那一枪的瞬间。虽然现实里不可能有人极端到开枪打死爱的人，但你有没有因为自己年轻莽撞、情绪失控，因为就差那一格信号而导致一段完美的恋情走到了尽头？你离开他时，是不是也感觉当年扣动了那扳机，然后这辈子再也找不回他了？都说军人的归宿是和平，爱情的归宿是白头，但这部《我是特种兵》告诉我们，不是所有战士的终点都是鲜花与勋章。小庄在故事的最后终于明白，就算杀了匪徒，小影也再也不会回来了。这种错过与救赎，到底算团圆还是悲剧？或许就应了那句话：上帝从未承诺过我们幸福，他只承诺过让我们经历苦难。点个关注，评论区聊聊，你心中那一枚射出的错误子弹是什么？